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徐凯背锅真相反转，前女友力证清白，谭松韵意外卷入风波。徐凯绯闻一夜反转，从渣男到脾气好，网友直呼这瓜还没吃就变味。聊天记录、视频实锤轮番上阵，到底是真爱还是剧本杀？前女友空降澄清，剧情魔幻如恋综，娱乐圈的信任危机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徐凯绯闻大反转，娱乐圈究竟是真爱密室，还是剧本天空？先来点爆炸数据给大伙醒醒神。徐凯这张脸凭什么连续挂热搜24小时，连续冲爆好几个话题榜？娱乐圈的瓜不稀奇，蹦出绯闻八爪鱼也见怪不怪。可这回刚开始人人喊打的渣男，一夜之间画风突变，好家伙，网友们都说这瓜还没吃到嘴，口味又变了。满屏猜测，群情激愤，前任现身，视频实锤，这一锅乱炖，到底是爱情童话的新章节，还是剧本杀的最新翻车现场？谁骗了谁？谁又是背后的编剧？咱们慢慢扒。啪啪打脸，现场反转。许丽莎手里攥着聊天记录和小作文，痛陈心声。网友一看，顿时炸了锅，说好的被动受害，咋字里行间还满是小鹿乱撞？他自曝被徐凯毛手毛脚，理论上讲，正常女孩遭此情况，不是马上拍屁股走人，就是赶紧拉黑删除。但咱一个字没见到抵触，反倒那我居然跑了，要怎么留言等字眼，别说哥们了，连热心网友都看眼晕姐，你这是求安慰呢，还是求追求啊？剧情还没完，爱情突如其来，怎么处理？活脱脱的校园小甜文，哪像受气包，倒像恋爱脑抓狂现场。可是许丽莎小作文话锋一转，忽然已读不回，便深咬牙控诉，观众们瞬间掉进迷雾森林。就问一个问题，姑娘你真冤，还是剧本脑太上头？瓜吃到这，一桌人开始分帮结派。先有网友振臂高呼徐凯你有点飘，后脚又冒出许丽莎有点能演，弹幕区简直成了对撞赛场。许丽莎爆出聊天记录，处处体现着自家心动的小心思，你要诚实你真想跟我在一起吗？说正事还带点小撒娇。对比他早期的自述声明和后续的怨言，这分明就是两种人格切换。网友们眼神比高铁还快，纷纷表示合着是分手复合循环剧，看的人只想摆摊卖瓜。更有脑补派网友火速锁定你比星光美丽剧组饰演女主的谭松韵莫名躺枪 ，CP 粉还没从躺里醒来，就差被推上瓜田头。幸好大家冷静下来，许丽莎拿出的所谓证据软得跟老豆腐般，经不起推敲。说真的，搁东北大集摊上都看出点门道，这瓜不新鲜。倒是徐凯的前女友大金直接空降，曝光当年被传家暴的视频。视频一出，画风突变，徐凯喝断片被当场调侃，啥家暴没看着，脾气倒是挺好。这年头某些瓜还真的让子弹飞一会儿，千万别急着下，要不后悔递话筒的人可不是你。风头正劲时，网络上开始虚晃一枪，出现假性平静，仿佛事态要收场。吃瓜群众本着5分钟真相、3分钟反转的定律，等着剧情更新。可就在舆情慢慢冷却之际，许丽莎一方仍不断补充细节，试图证明自己心路的艰辛与无奈。反对者这时候也站了出来，有人说，哪怕你再委屈，不妨自己聊天记录里哪句表忠心。还有一群理性派静分析，徐凯谈恋爱没错，分合自有道理，这时候爆点陈年旧账，难免让人觉得借梗带货。双引号。更刺激的是，关于出轨说随着时间梳理，渐渐露出马脚。许丽莎的小作文里虽然处处埋伏笔，搭上一大把时间线，但既无实锤，
也很难坐实徐凯劈腿。分分合合之间的恋情本来就模棱两可，打铁还需自身硬。评论区分割成两派，一派支持徐凯，觉得渣男名不副实；一派仍不放过，质疑他的情感专一。作为普通吃瓜群众，咱也就像坐上了东北小城冬日火炕一会子热锅上，一会子冻风透，你说信谁？你说该咋看？就在瓜田众生一边冷静一边自嘲吃瓜吃出心病的当口，局势突然迎来大反转。徐凯前女友大金亲自下场，现场曝光家暴实录。原以为是一场男女狗血纠葛，没想到视频一给，徐凯喝得直不起腰，被一众朋友调侃，哪里还谈得上动粗？大金一句也没啥大不了的，网友瞬间从愤慨转向迷惑。大家这才幡然醒悟，原来所谓的黑历史可能不亮堂，只是过度解读来的。徐凯的情史就像东北大姨嘴里的八卦，横看竖看都不靠谱。此时网络风向大变，徐凯脾气好成了新热词，之前那些痛骂他渣男的言论导向极了吹风机，吹着吹着也凉了。谭松韵这边长舒一口气，终于不用莫名其妙扛锅。更魔幻的是，徐凯和许丽莎这对欢喜冤家，虽然故事线步步紧逼，但真正爆出来的瓜，竟成了两人互相试探，最后确定关系的恋综。这剧情发展放在电视剧都嫌编剧太水，结果你我看了一圈，反倒笑了。爱情观这玩意，到底是大女主爽文，还是现实里的盲盒？情人节谁还敢自信表白？不怕被下一个聊天截图给实锤了？互联网真是个神奇地方，键盘侠和恋爱脑联手缔造全民狂欢，分分钟刷新你的底线。所谓一夜反转，大概就是娱乐圈的独门绝技。徐凯没能走成浪子回头的章法，却反而借这回合洗了个数据包。大反转之后，局面看似风平浪静，实际上暗流涌动得很。许丽莎这边没再丢新料，徐凯也开始低调避风，公众注意力似乎慢慢转向了下一个新瓜。但这事远没完，娱乐圈有句话特别耳熟，旧瓜未烂，新瓜又催。此事表面和解，不过大家心里的坎还没过去。恋爱里的是是非非，很多吃瓜群众一边说看开点吧，一边又忍不住咂摸滋味。许多网友提出疑虑，哪怕没实锤，徐凯在感情上是不是太不谨慎？而对于许丽莎爆料之后名声是否大不如前，甚至还有吃瓜群众操心谭松韵你也是够无辜了，被人间接买了一趟热搜机票。可最大危机是啥？其实是娱乐圈的信任危机。公众连恋爱都被放大镜剖析，证据不过是一纸聊天记录或一段视频，动不动就要全网坐堂。感情成了流量工具，真真假假，谁还敢用真心？最后败下阵来的不是渣男渣女，而是被揉搓得面目全非的信任和私人空间。吃瓜群众追潮流，网红们蹭热度，当事人自证清白，这场闹剧里每个人都是演员。看完这一出，你我都该想想下一个热搜主人公会不会就是我们身边的平凡人呢？徐凯这回风波要真夸一句，还真的说用命给娱乐圈上了一节公开课，啥叫流量变现，啥叫反转剧本，咋叫人设翻车？一朝爆火一朝凉，都靠朋友圈截图压轴。原来谈恋爱都得像走钢丝，稍有不慎就被放成5星级吃瓜节目直播。徐凯从渣男黑窟窿里爬出来不算啥，许丽莎的情感小作文也就是雷声大雨点小。最惨的还属谭松韵，天降瓜头平白挨一枪，网友都心疼他嘴角能抿出水来。但说实话，咱就爱看这戏，谁让娱乐圈的真爱 CP 天天轮番上演，磕都磕不明白。你说是人设重要，还是清白重要？其实啥都不是，让子弹飞一飞，瓜熟自然会落，可别再给自己写剧本，累不累？
感叹号。这年头娱乐圈谈恋爱，旧的随时当新手机里的那点聊天记录变成自爆证据吗？徐凯是真情还是演技派？许丽莎是情感受害还是剧本玩家？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主观解释转型为受害者？你觉得明星谈恋爱犯点错就要全网群嘲，还是该有点私人空间，别再为爱发电？吵归吵，你挺谁更让你服气？来，评论区继续凑热闹，各抒己见，谁能剥开真相这层洋葱皮？